都他妈快点干！老子被弄到这鬼地方，整整快半年了。别磨蹭！那两个畜生，我早晚弄废你们俩。就这3瓜2枣，风声紧得很，价格上不去。少在这装委屈，把他人体零件一拆，照样丢去干苦力，一石二鸟。得嘞，下回再弄几个扛脑的来充数。妥。头儿，我憋不住了，快滚！这破地方还有人表白，够邪门啊！我倒要瞧瞧是谁，高低凑个热闹。误会，经理，我不是故意的，我眼瞎了没瞅见。陆承安，你他妈半残废的东西，敢偷看老子！我是路过找坑位的，我以为你在表白呢。我今天非得废了你！普通西服外套价格598元，理查德米勒精纺手表价格500元，古奇皮带价格830元。见鬼，老子怎么能看穿这些破烂的价格？这茬你要是敢漏风，老子就拿你填坑喂狗！在这破地方，人命就是贱，这是闹哪出？沈大小姐和她的死对头齐振廷又掐起来了，这俩在这赌石，还组了个死局。沈清怡，这就是兰国5大家族之一的沈家的当家掌门。乖乖，这派头真够瘆人的。方才那长眼师傅白瞎了沈清怡2次机会，沈清怡火气一上来就拿他。神仙也看不透皮壳。按着局上的规矩，沈清怡要是猜了，这青婆矿场就得改姓齐了。这财口是沈清怡的命脉，直接牵扯他在沈家的权柄。沈清溪，事先定好的，1人就5回挑石头的底线，你这都砸进去2回了。这把你要是再挑不出比这好料更硬的，那你踩着的这片矿场就得改姓狄了。齐振廷带着的小鬼童真是乌坎鬼童带出来的，头一回拔份就替齐振廷切出了上乘兵种子匪。这石头黑险吃得深，开出大涨水准的营口族。要想从这吃人的破坑里爬走，必须得让沈清溪另眼相看，借他的道是我唯一的活路。慢着，这就是块废砖头，这就是块废砖头。报上名来。沈小姐，这杂撒就是个丢了呛气扔进来做苦力的渣子，我立马叫他爬。不想咽气就赶紧挪窝，滚回去砸你的石头！你个挖土的装什么内行，也配踩着老子这双手挑刺？这破石头要是切废了，就凭空砸烂一回出手机会。你存心要让沈小姐把这地盘拱手放人？哟，你若真生了这双透视眼，还能混到让人切零件？你趁早闭嘴滚蛋！沈小姐懒得搭理你，不扒你的皮。沈小姐，韩先生，怪我没把这野狗拴紧，您全当看笑话。你这饭碗不想要了？一个掏土的废柴，也配在沈小姐跟前指手画脚？你这小杂碎还敢闪！你要是再敢蹦出半个屁字儿，老子连你的满嘴牙都敲烂！鸟死说这是一块砖头料，老子今天就过个眼，看你这张破嘴能吐出什么牙！你这就吃准了，这破石头见不着绿。揭开撑死值个几百块钱。韩先生，全白瞎了，扔市场上顶破田几百来。放屁！还真如他所说。孙子，你搁这装什么大尾巴狼？碰巧瞎猫撞耗子。再看这块石头呢，说说你的想法。比刚才那块强点有限，也就值个3万多的普通石料。滚，杂碎！你断老子财路！我这嘴就爱往外吐实话，韩先生犯不上跟我动火。动火！今天老子非撕了你不可！对赌一把，这石头要是见了绿，老子亲自拔了你的舌头。行，那要是我猜中了呢？你放屁！切出来是砖头，老子剁了这双手，这辈子不碰石头。我拉你一把避坑，你不领情反倒咬人，非要见血断手，老子今天就把你往死里踩。这局我接。普通石料也就值个3万。这小子嘴里开光了，探出弟妹，他眼睛有点毒。我好心拽你一把，你非要找死，非得拔老子的舌头。韩月，该把手伸出来剁了。沈小姐，留我一命！沈姐，我这人规矩比天大，韩月吃我的饭，局上输了也得留下一双手。够辣的，脸蛋身条绝顶，就是手段太黑不要命。
你有几把抓子？桌上最后这块石头就看你的眼力。行啊，不过有个要求。说。听好，我能替你护住这片矿脉，把对面那帮孙子踩死，条件是你捞我走人。就这些，我应了。你要是打了眼，今晚就埋在坑里。得亏这帮瞎子没过手，不然老子这回就得去见阎王。这可是底牌了，别给老娘掉链子。这矿脉真要是保不住，家里那帮吃绝棉的老狗非咬死我。石小姐，说。石小姐，这穷鬼刚才绝对是瞎猜的，你这拿整个财口陪他发疯。你来当我的家，你嫌他没这几把啥子，你来挑。你要是打了眼，今晚就埋这儿。沈小姐，再添个条件。讲。我这局盘活了，把他2个腰子全摘了。你扯淡，这事跟我挨不着边啊！行啊。出了没？沈小姐，石头全废了。沈小姐，石头全废了。孙子，我就说你是穷鬼，哪来什么摸石头看货的本事？前头那2块全是你瞎猫碰见耗子。老子当你能翻出多大水花呢？弄半天就是个草包。是我瞎了眼，没道理。刚才已经看过底，这个眼力绝对不会走偏。顺线走。还是砖头。剩下这块，要是再快，见死了！顶级大货，光杆直接透3寸，顶级帝王子匪，照说也值800多万。见鬼！沈氏清补财口，哪能蹦出这么大一块顶级帝王子匪？咱们顶级的兵料顶天400万，这块公斤料切出的满色货，比咱们的估价翻了倍。齐总，往后这地界上你盘的矿脉该换主人了。好戏还在后头，咱们以后路还长着，往后交手的日子数不清。撤！你平时把咱们往泥里踩，拿弟兄们当牛马干，现在该你还这笔账。动手，把他2边的肾全卸了。沈小姐，留我条狗命！算你有种，给自己挣条跳出泥坑的公路，往后你就替我做事。沈小姐，我这人只想回国。行啊，但临走之前，你必须再替我办趟差。老爷子下个月满80整寿，我要你过去长眼，帮老爷子选一块顶级的翡翠。乱瞅什么？没啥，我说沈小姐，你干嘛不直接拿现成货交进老爷子？我爷爷就好这一口，一刀下去见真章的刺激，哪是那些摆件能凑合的？成，但得劳驾沈小姐挪步，找车拉我到前头兜一圈，拿点私货。你不是拿私货去了，怎么空手而归？因为我抓的是一把烂泥，这泥巴底下的金脉成色十足，说明这块地下藏着没挖尽的富矿，绝对比沈家这条破财口能榨出更多油水。咱们在玉龙城转了10多家琢玉坊，你就非定这块白沙皮，要不再多看2家，总得多留条退路吧？用不着，这块白沙皮是整个玉龙城最能出紫的。帝王紫翡翠，价格3000万元。寿比南山，长命百岁，生日快乐！大家费心了。爷爷，祝您长寿。这烂石头就是沈青鱼拿来糊弄爷爷的贺礼吧？打算当场切实来哄老爷子乐呵。今儿趁着给爷爷办寿，我非扒了你的皮！青霄，你小子发什么呆？赶紧把那只青花瓷端去给你爷爷。爷爷，这只宣德的青花瓷是我托行家砸重金从内场掏来的。挑的好物件，这价码少说得上亿了。现代工艺品顶级精仿宣德青花瓷，价值5000元。清溪，爷爷平时最惯着你，你端出的寿礼总不会丢份儿吧？闺女，今儿可是老爷子的寿宴，你千万别砸咱家的牌子。咱清霄孝敬的宣德青花瓷，硬茬子值2亿，我今儿个就要开开眼，你们房的千金到底能端出什么硬货来？爷爷，我记着您好切石头，专门给您找来这块老坑白沙皮。哼，呸！净搞些歪门邪道，就顾着哄老爷子乐，这一家子全是捧臭脚的，怎么也比那些一开口就往外喷大粪的强。行了，全给我闭嘴！当着满堂客人的面，别出来丢丑。丫头，你费心思了。既然是宝贝孙女尽的孝，那我这把老骨头得亲自上刀。砖头料啊！
砖头料啊，底下一抹黑，这怎么可能？这唱的哪出？光秃秃的。青衣，爷爷向来惯你，你今天当着满堂客端块电细茬来糊弄人。爸，您瞧清楚了吧？某些人平日里光会耍嘴皮。沈小姐，这料子8成给人换过了，把这破烂玩意儿给我扫清。是。丫头，你犯什么浑？怎么拿块破砖头料子跑来丢人现眼？咱家脸都丢尽了，以后老爷子怎么敢把担子交你？谢了，这丫头也算尽心了，受礼罢了，听个赏就行。往后挑东西的眼力见，你还得长点心。站住，沈老爷，刚才这块料子压根不是沈小姐备下的正礼。沈小姐备下的正礼，这就全当是个逗大伙发笑的引子罢了。瞧这架势，大伙确实挺乐呵。你想疯吗？这轮不到你耍宝出洋脸。这瓶才是沈小姐今儿献的寿礼。那是个啥货？一对神经，一个搬废石来涮老爷子，一个泼粪土来充胖子。沈青衣，你们诚心来砸场子吗？这簇泥巴，哪怕砸满场所有寿礼去换，也抵不上他半根毛。吹破天，这孙子犯抽了吧？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一罐烂泥能换几个钢镚？老爷子的场子轮不到你撒野，来人把他给轰出门！且慢着，臭小子，你哪号？你跟谁混进来的？爷爷他叫陆承安，是沈氏轻薄采口的矿工。我瞧着他手脚利落，就顺道领来打杂了。一个挖煤的泥腿，能有个屁能耐？沈家门槛是这种野狗随便跨的吗？你诚心在这找茬吗？你诚心在这找茬？他替我压了齐振廷，护住了咱家的沈氏轻薄采口，这不叫能耐吗？这是爷爷的80寿桌，轮不到你乱废，滚边上！行了，别吵吵都没事儿。这后生倒有几分胆，小子，你当面交个底，这撮泥巴到底稀奇在哪儿块？小瘪三，你今儿要是编不出个正经花样，别怪我卸你2条膀子。这撮烂泥能上得了台面，全凭它里头有金土。金土，就算是金土，抠出这么点儿，能换顿下酒菜？谁教你这地底只有这点？未启封的金沙矿脉，价值200亿美元。偏巧这座金沙矿脉埋在沈氏轻薄采口的坑底，凭我的金量铁定吞不进，索性借花献佛，送沈清一个天大人情。这罐金土啊，是我从沈家那口没动刀的金沙矿脉里头刨出来的验货底子，它下面藏着的可是2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啥玩意儿？200亿美元的金脉！我的天，金脉！祖宗保佑啊！管家，立马找人验。是。真他娘邪门！爷爷，那条没开花的玉孙矿脉在破土前，我就专门请了洋专家打孔摸底过了，哪儿蹦得出金脉啊？你没翻出这底下的金脉，只能证明你手段太水。你他妈赶紧滚！要是真掘出金脉，我今儿当着全场客人的面活吞大粪！老爷，加急赶工的单子出炉了，普通金脉的3倍！哇，超出普通金脉的3倍，这成色属实惊人，哈哈哈哈哈哈！行，这笔厚礼啊，我沈家要了。方才是我看扁他。爸，您瞧见了吧？沈清霄拿的也就是个破瓷瓶，咱们家青姨挖的那可是价值200亿美金的金脉啊！我就猜青姨不会给咱丢脸的，居然让这臭丫头把咱家的彩头给夺了！你怎么成哑巴了？往常不就数你的心眼多吗？人家如今200亿美元的金脉都抛到台面了，我能放什么屁？爷爷，8成是沈清溪一跟这狗东西去哪儿挖了一包泥土，合起伙来蒙您呢。是虚是实，等到动土挖金脉的那天不就清楚了？我记着有孙子刚才放过话，要是真探出金脉，就当着大伙的面吞大斧啊！是你自个儿咽呢，还是我雇人扒嘴塞啊？沈青雨，大家都是自家亲戚，你非逼着青硕当众出洋相，那砸的可是整个沈家的招牌。那您方才采护咱们家的时候，怎么不觉到了沈家的脸？接了，青霄，你过去给青鱼认个怂。沈大少爷诚心偷换原石，逼着沈小姐下不来台，哪能随便低个头就翻篇了？小子，你敢往我身上泼脏水？饭你能瞎吞，屁可别在这乱放。是不是沈大少爷动手脚？
查查探头不就水落石出了？料定沈大少爷这会儿还没顾得上洗掉监控画面吧？王八，你敢在这儿拱火？我青霄，赶紧闭嘴！分明是沈清仪随手捡块破烂想堂堂爷爷，是他自己挖坑把自个儿埋了。我瞧真正拿沈鹤田当猴耍的人是你吧？是你吧？你这话几个意思？沈鹤田80寿宴，当着亲孙子的面，竟揣个赝品瓷器来蒙他。沈清仪，我晓得你冲我来气，可你别伙同外人在爷爷大寿的局上捅我刀子，全把嘴给我闭上！小子，你是从哪儿瞧出这尊宣德青花瓷是个假货的？宣德青花瓷出挑的地界，全靠他用了外面引进的苏麻离青，全靠老手人一节节拼凑出的，摸上去手感润滑，颜色更是白里泛着青。那可是古董堆里的尖货。你这宣德青花瓷啊，瓶口走线呆板，压根没有那种一节节拼凑的圆润劲儿，明摆着是拿机器照着样板硬造出来的。沈老爷，这青花瓷掂在掌心里，是不是觉得泥巴塞得发沉，就连颜色都浓得透着一股邪门劲儿，呢？没错。还真有这么回事，光凭咱国产的土料仿造的西贝货，才能透出这股怪味。诸位要是不服，大可送去顶级的鉴宝行去摘鉴摸底。要是算我往沈大少头上泼脏水，老子任打任罚，绝不赖账。沈大少爷，你瞧，办事真是稀烂。去摸沈家的青坡彩口时，眼下漏了最惹眼的金脉，险些把这200亿美金的横财送给沈家的死对手齐振汤。偏在沈鹤年80大寿这天，揣个地摊的青花瓷糊弄他。缺德透顶，还背地偷换沈小姐的原石，害人家当众下不来台。这烂摊子一桩连着一桩，你要怎么收场？这小子的手腕够毒辣，只可惜跋扈的沈家大少爷削尖脑袋都算不到，今天竟折在一个泥腿子的手心里。我说沈大少爷肚里的那些弯绕，光拿来坑自家亲属了。沈老爷，这回啊，人指着沈小姐的强拼硬拽，才护住了沈家的翡翠矿，顺带还捞回了价值200亿美元的金脉。确实是青衣啊，我如今瞅这小子是愈发得劲儿了，必须趁早拿下他啊！妈，你胡说什么？边去！这男的属实有2把刷子，你妈讲得准，赶紧把生米煮熟，千万别叫别的野丫头给抢走了。小子，那你盘算我该如何办呢？规矩摆明，方能镇住盘子。沈小姐挣了大脸，该赏。论及沈大少呢，横竖我们都是同家亲，那干脆让沈大少爷屈膝给沈小姐认个错呗，便算作是挨罚了。哎呦，对呗，秦霄，你还傻站着等啥？不过是叫你弯腿赔罪罢了，这点脸面都放不下，早就是清晰念在同个祖宗的情分，对你高抬贵手了。实在抱歉，青姨，我认栽了。敢犯第2回，我定拔了你的皮。哎，青衣流血流汗，属实当讲。那座金脉往后全交给你去带人深挖吧。承蒙您了。沈小姐，应承你的差事我全给平了，这会儿总该按规矩放我回国了吧？我临时变卦了，你这般通天理的腕儿，我哪能大方让你滚蛋呢？沈小姐，咱俩贴着饭忌讳，当心叫闲汉给撞见了。今儿你替我办了一件大事，但凡你肯赖在我屋里，求啥物件全答应，算上我。我哪敢瞎惦记你这号人物啊！只怕你改日翻脸，直接掏冷枪就毙了我。我瞧着会吃人，留下吧，我包你后半生吃香喝辣。得，瞅沈小姐这架势，横竖我是点不点头，你都没打算放我滚蛋了。通透。哪怕是把这天给捅破，我也非得把你拴在我的屋里。成，我能顺从了你，只是你得替我挖一个人出来，他叫苏曼瑶。你把我诓来了兰国，害我叫人嘎了腰，这步天我也非得办了你。行，这头是800万的零花钱，外加我帐下的一套别院的钥匙，归你了。平日闲着没差事，你能在外头瞎晃，可有一条你得随传随到。妥。嘿，监控中偷换原石的是你的马脚吧？爷爷，我真认栽了，您放我一马吧，我绝对不瞎搞了。你把这烂花招使在沈家的买卖中，沈家哪能不发迹啊？今儿横叔要教你，牢牢扣住这教训，给我往痛处里揍！爷爷，我眼下得了看透物件的本事，在流油的奇珍街，难道不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踩上人生的浪尖了？清朝那会儿，
咱家大批文玩字画全漏到外洋，有个寻宝频道提过，李道一波绝版老货全堆在这个蓝国最阔的集珍大室。哟，小子，咱俩又撞上了。齐总，来找茬。若没你在这搅黄摊子，沈氏翠岭玉矿早被老子攥在掌心了。你晓不晓得你坑的老子砸进去50亿？倘若我没摸错底细，齐总盯上的绝非是沈家的翠岭玉矿，反而是卡在翠岭玉矿地盘里头那座富裕的金沙矿脉吧？小子，你哪来路子打听金脉的底？我不仅门清，并且我早将这块金脉的坑位漏给了沈家。操！齐总，倘若沈家被蒙在鼓里，你倒能继续蹲守下回的漏子。可眼下沈家摸清了金脉的具体窝点，你嘛，休想再伸爪去碰金脉了。哼，小子，再到老子地界，老子教你尝尝啥叫遭大罪！逮住他！没料到齐总依旧这般热衷干以多欺少的活。顾小姐，你非要挑老子的事儿是吧？别以为你爹是这片集珍街的坐船，老子就拿你没辙。我这脾气啊，专爱扫齐总的兴。齐总惦记什么，我非给齐总搅黄了。瞧着齐振堂的底子挺招恨，遍地是盼他倒大霉的主。齐总，你放着滋润的翡翠生意不顾，偏要串通我家的对头来集珍街抢一口饭。顾小姐讲的这叫啥话呀？齐某人就是混江湖的，哪条道能搞钱，那我齐某人就趟哪条道。既然齐总今天伸手过了界，休怪我当面绝你。你这般惦记他，我今天就偏要护着他。顾小姐，不成案我今天非得拽走，少把老子往绝路上逼。我倒真想瞧瞧齐总跳脚的德行。我今天若是在这儿掉根毛，我担保你爬不出这条街。在这儿，你少跟我撂狠话。顾晚堂，风水轮流转，咱们走着瞧呗。顾小姐，成情了。我就是单纯瞅齐振廷膈应，顺道帮你挡个灾罢了。混球！本姑娘刚拉了你一把，你竟然瞎看！顾婉婷，我要是你，就把林口这块古玉佩给砸了。血沁古玉，价格500万元。长期挂着能坑死挂物件的人，神志涣散，毛病缠身，倒霉到家。你凭啥劝我扔了这块古玉佩？好歹给个说法吧。顾小姐这阵子是不是老觉得心慌气短、身短发虚，并且处处碰壁？只瞄一下就把我这阵子撞的邪事全都点破，这小子到底是个啥路数？这话是说这阵子所有的烂摊子全是这块古玉佩招惹的？对头，你帮我破了局，换个说法来讲，我也算捞了你一把，咱们扯平了。喂！至于信不信我话，就随你便了。嘿，你这小子还挺装的，我非要挖挖你，还藏啥绝活？瞅着架势能换钞票的破铜烂铁，早让人磨秃了。指望在这帮破烂摊里搅，比登天还费劲。长眼呗，这下能行吗？千年雪参价格3000万元，能换3000万的千年雪参，这回捞着猛货了。现代工艺品价格80元。摊主，你这瓷器怎么拿？这位爷，您眼真毒啊！这件老货是雍正坟材赏评，您铁吃包圆的话，我透您这个价500万。爷，您拿我开涮，500万去哪儿掏雍正坟材赏评？我透的是5000万。300，不带万，那便是300了。对，300块，你嘛也能再抠个几十块，全当是营业了。你要是不舍得割肉，那拉倒吧。哎，您歇步，300拿走。哎，掌柜，这木匣子瞅着手艺还凑合的嘛，搭着送我吧。瓷器顶多扛个30来块钱，眼下抠着二傻子200多，搭他一个烂盒子不亏。妥，瞅您这么利落，木匣送您了。多谢了。我是该夸你有道行呢，还是该损你没斤两？你又看穿那块古玉佩是邪物，若夸你有道行，你砸300块掏了这么个烂瓷瓶，这不是还绕一木匣子吗？我是不是还该捧捧你买一搭一？这瓷瓶啊，顶多几十块钱。我门清。你既然门清，凭啥还要掏钱？待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你熟不熟这附近哪有典当的吗？晓得，恰好我也想瞧瞧你这手底究竟能翻出啥底牌。走。顾小姐哪股邪风把您刮来了？领个熟人来这儿典当点物件，打算出手的，难不成是你这俩破烂吧？讲细一点，是当掉这个木匣子。敢问您盘算着当多少钱？3000万。3000万？你这烂木匣子，你咋不直接去抢？木匣的木头手艺来盘，顶多民国时期的东西，而且蹭的破皮没啥看头，
看在顾婉婷的面子上，我顶多掏300块。实在值钱的不是这个木匣，全是木匣里面的东西。这盒子里分明光着点儿。这是一株千年雪参。千年雪参打来路都是有价无市，听风声吃了这号森中之王，可以壮实筋骨，多活2年，是几波大老板红着眼的大药。没料到这个磕碜掉渣的木匣子里头竟然别有洞天，藏着一株千年雪参。白瞎我刚才笑话陆承安，算到底我才是那个瞎了眼的人。这株雪参王有价无市，花钱买不到。若是端去今晚的夜饮竞宝会上，绝对能套出更狠的价格。夜饮竞宝会，顾婉婷那是个啥？这叫黑市拍卖，是咱这盘口最硬的一个暗场竞宝会。叫卖的玩意儿种类繁多，上至翡翠玉石，下至古玩字画，每一样都贵出天际。照这里，到点绝对会有一帮阔佬来掺和拍卖。这株雪参的价格弄不好能碾过3000万。我能替你把这株雪参塞进黑市拍卖，但是我缺一个条件。这娘们儿完全和沈清一个窑里烧出来的，换做了别的汉子还真扛不过去。哎，顾小姐不晓得你盼着我办什么？躲我那么远做甚？我还能啃了你不成？我缺的条件是，今晚你充当我的长眼师傅，跟我去那黑市拍卖。放宽心，我是断然不会薄待你的。事儿办妥了，我拨你800万跑腿费。800万跑腿费。800万，可在早前够我捞几辈子了。见钱不拿纯傻搞。行，我接着活。顾小姐，咱们这可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头一个是沈清溪，再轮到现在这顾婉堂，你这家伙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这软饭男到底还是软饭男，光顾着给娘们儿抛媚眼儿，别的全是废柴一个。齐总难不成是眼红我能被这么水灵姑娘护着吧？没辙啊，齐总呢，膘肥体壮，这辈子估略是捞不着当软饭男的福分。嘴皮挺溜，小子最好别栽进我手里。哼，瞅这架势，被齐振廷咬上，我得寻个空隙先断了他的路，不然我夜里合眼都合不安稳。陆晨阳，我探到风声，今晚会有一只明永浪青花压手杯露脸，探底估值保底5个亿往上，保底5个亿往上。这可是国宝级的古董啊！干系太大，所以我才拉你充我的长眼师傅。把心揣好，顾婉堂，我呀断然不会让你跌份的。成，走。到底有啥宝贝啊？是啊，咋搞得这么神秘？有请今晚拍卖的第一件藏品，今儿必须拿下一个。哟，这啥玩意儿啊？这么小？清代光绪元宝，价格300万元。光绪元宝市场价格300多万，可面上皮壳刮了，实在底价还得再砍个半截。这是一枚清代光绪元宝，起拍价80万。陆承安，我真纳闷你是不是长了透视眼？啥破烂只要从你眼皮底下过，全得乖乖露底。火眼金睛，那玩意儿哪能跟老子这双能扒光万物的招子硬碰硬？贺喜46号，400万拿走这件藏品，准备下一件。王羲之《兰亭序》价值1500万元。王羲之的《兰亭序》放市面上能到1500多万。这卷王羲之的《兰亭序》起拍价800万。哪怕是光绪元宝或者兰亭序，全是我顾家送来的拍品，偏偏全让他给摸清了底。800万，800万呀！接着贺喜46号花1500万的真金夺下这货。陆承安，你到底咋惹齐振廷的？凭啥他回回撞上你，全跟见了杀父仇人似的？怪我了，我中途插手断了他的财路，坑了他50亿吧。50亿？陆承安，你这底细到底是哪路神仙？老话讲，雪参熬过1000年才能挂名雪参王，吞了这雪参王后就能挡煞去病，多活半届。起拍价1800万，往上抬价绝不能少于100万。这株雪参王，老子吞定了，2300万。顾婉堂，能不能搭我把手？破天荒见你陆承安张嘴求人，露底了吧？任凭齐振廷咋样砸钱，回回你都压他100万。咋了？你不怕齐振廷半道放弃？别人可能会放弃，他不会，他一定会继续加价。因为他以前身子全掏空了，阴阳乱套，裤裆里早就废透了。这根雪参刚好能填满他的烂底子。你是打哪儿瞧出他身下废了？必须靠我这双火眼金睛。既是你刀行深，要不替我也扫扫呢？3000万。顾小姐，你也惦记这雪参王啊？行啊，算你倒霉，老子今儿偏要断你的路。那得看齐总兜里掏不掏得出真金。
3500万，3600万，4000万。小丫头，想跟老子掰手腕，你还差了点东好。4100万，6000万，6100万，8000万。我操，8000万真敢砸呀！这破树根能卖这天价？齐总兜里的确钞票硬啊，我今儿算是服了。8000万一次，8000万3次，恭喜成交！贺喜齐老板呀，砸出去8000万，就换了根血参王。行啊，只要老子心里舒坦，能在你们盘里劫走这根参，撒点票子算个屁！撒点票子算个屁！谁嚼舌根说我跟顾婉堂看上这根千年血参了？那你们方才硬咬着抬价。哎，我俩呀，纯粹就想抬轿子，专程拿你当肥羊仔，让你多吐点血汗钱罢了。对了，透你个实底，这根血参王原本就是我俩做局出的货，市场价格撑死3000多万吧。齐老板，你大小也算这地界的1号人物，总不能当众赖账吧？常言道，一个人脑子要是配不上兜里的钱，那这笔横财啊，早晚得被旁人扒个干净。真没料到这老话今天活脱脱砸齐老板头上了。关你屁事儿！老子根本不差这几个钢包。接茬看，恭迎今晚的压箱底好货。这压轴的到底啥稀罕我？到底啥稀罕我？对呀，马上要见底了。这件明永乐清华压手杯的身价早盖过国宝级，更是全天下独一份的尖货，起拍价1亿2千万。底价直接飙到1亿2千万，这也太黑了！只要吃下这件压手杯，我掉头往外一倒腾，老子绝对能翻番赚个满包。陆长安，咋回事？这件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是赝品，纯手工现代艺术品，价值8000元。你开玩笑呢？这件明永乐青花压手杯纯粹是内行人闭门造出来的。这件明永乐青花压手杯，那可是国内顶尖大拿过目点头的，人家白纸黑字盖了公章的。那就只剩一招，好货早让夜影竞宝会内部给黑了。夜影竞宝会端上来的货，起码10来双眼睛从头盯到尾，这帮人全都是各方山头的，图的就是防着底下人吃里扒外。夜影竞宝会还没蠢到砸自家饭碗的地步，这档子事儿你咬死了，这件压手杯见不得光吗？今儿踩点的这些主，全冲着这件压手杯来的，得亏这帮傻子打破头都不清楚，这件压手杯压根就是个眼假的地摊货。顾老板，这明永乐清华压手杯纵然是个宝，也犯不着让全场的财神爷个个都一副豁出命去抢的尿性吧？这阵子外头蹦出个有钱的老洋鬼子，再砸重金扫荡各种奸货老物件，碰到压手杯这档次的天花板，转手就能翻一番的暴利。弄半天我盘清了，要是我没走眼，今儿晚上死盯着这只清华压手杯来的阔佬，全被人包团宰了。成交。陆承安，这买卖可是奔着好几亿上下去的，你心里有谱没？先不说这件明永乐青花压手杯背书的可是京城顶级泰斗亲笔签的单子，活人跟废纸全都能用钱把平。哪怕大拿不掺水，砸这么大体量的真金白银进去，哪个敢打保票老头朝不会眼红下水啊？得亏我这双眼睛能直接看穿万物的底价，不然今儿连我都得跟着往坑里跳。各位闷声发财，这盘子能做全乎呢，多亏大伙卖力帮衬，落袋为安，吐给你们的干股一分不少。那我和周教授就等着魏少喂饭了。魏少，保不齐要出什么漏子吧？苏老板踏实点，有老夫盖戳拜呼的铁证，没人敢出来叫板。谁敢信能卖几个小目标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纯粹是咱们这帮人关门搓出来的破烂全靠周教授的手段，大伙儿才能把这杯子做得让人挑不出刺儿。拿这套子一环套一环，离了谁都不行，不是我单干出的活儿。这盘子魏少坐庄，周教授盖章背书，打消那帮肥羊对压手杯的疑心。后头我批半老杨买办，砸钱扫走几件地摊破烂，把这帮人的胃口吊高。接着把压手杯这块肥肉丢出去，就等馋猫张嘴咬钩了。往后看，就盯哪头肥猪先往坑里跳。陆承安，眼下咱们要咋个弄？确是个奸货。既然这齐振廷瞧上这杯子非抢不可，那咱们就撒手随他，咱们哪干看着等唱戏就行。1亿5千万！姓程的兜里这点钢镚也敢抢国宝级的杯子，你发癫呐！2个亿，3个亿！一帮冤大头！
见鬼！这臭丫头怎么半个大字也不出？纯粹是来看猴戏的！呸！我管你肚皮里憋着啥坏水，等我砸钱拿下这只压手杯，我立马倒给海外那个脑子进水的阔佬，老子躺着就能多吃1倍的利。4个亿！4个亿！就算外头有老杨买布、拍胸脯、双倍接盘最顶级的物件，可这4个亿彻底把我底裤掏光了。这齐振天骨子里记仇咬人，真把这疯狗惹急了，指不定背地里下什么烂药呢。4亿1次，4亿2次，4亿3次，成交！给您道喜啊！本次竞保会到此结束。恭贺齐总啊，砸4个亿包枪个破烂货，蠢货，你算个球！国内大拿盖吃拍板的明永德清华压手杯，哪来的底气喊赝品？蠢货，你长点眼，滚！承蒙陆承安，今儿要不是你拦着，往坑里跳的主就是我了。我这能不能当你一回债主？顾老板，别整这套，我呢纯粹是拿钱干活的。我说怎么不接电话？原来是掉进温柔乡了。我刚刚……顾小姐不清楚陆承安归我管吗？借我的狗，再不济也该提前吱一声吧。我确实没看出来陆承安听你的。真要论起归属，他脑门也没刻沈清人的章啊。姑奶奶们，咱换个地儿。把嘴缝上，少插话。干嘛？留着过夜啊？哎呀，我说顾小姐真对不住，她就属炮上的。哟，沈清溪，你咋寻到这儿的？底下人说你跟顾婉堂那狐狸精整天黏在一起，我要是再晚点撞破，你们俩是不是打算直接去开个钟点房？陆承安，你还挺招花的，连名震八大的顾婉堂都赶着往你身上贴。哎，这不恰好说明沈小姐你看男人的眼光毒吗？那不信啊。少在这贫嘴，晚点我要去吃个局，你跟我过去一趟。这压手杯可是个金疙瘩，想从我牙缝里抠走这宝贝，那二流子怎么也得8层皮才行。我不是派你蹲在地景宾馆吗？去接那个外头来的肥良买办，接的人呢？人照不见了。你扯什么胆？就3个钟头前，他把地景宾馆的房给退了，踩的点正是咱们竞保会开场那会儿。抱歉，您呼叫的号码此刻无法拨通。妈的！齐总还要不要我多派人盯？蓝国地盘这么宽，你捞针去把人翻出来！呸！没事，就算这压手杯稳在我地盘里，跑了那头羊，我照样能找别的肥猪接盘。齐总塌房了，赶紧搜新闻。贺总，什么情况啊？总，什么情况啊？给你这只明永乐清华压手杯盖戳的专家，在濠江砸进去几个亿赌债，为了补这烂摊儿，他勾结外面人造假了鉴定书，全拿一眼假的破烂下套，坑惨一大帮老板。那孙子呢？丑事曝光后，早卷铺包开溜了。闹半天，我砸了4个亿，换回来个一眼假的破烂，操！老子在道上混这么久，今天竟然让一帮小吃草给鹰啄了眼，这破烂事捅出去，我齐振业以后拿什么脸盘道？道喜了，齐总，甩出去4个亿，抱回个纯赝品。怪不得顾婉缇在竞保会上连个底价都不喊，上赶着把压手杯往我怀里塞，原来这娘们早看穿了，老子生生打了4个亿的水漂。哟，陆承安啊，真没看出你骨头这么贱，还能喘气啊？巧了，借你的光，我不光没咽气，眼下这日子还滋润多了。瑶瑶，这谁啊？一个让我过手倒卖的舔狗，瞧见他喘气，稍微有点纳闷而已。我也挺纳闷，就你这种满肚子坏水的东西，怎么还在街上晃荡作妖？老天还真会安排剧本，让在这儿碰见你苏满瑶。你把我扔进这魔窟，脱了层皮，这笔烂账我绝对刮骨来催。陆承安，你这命是真出乎我的意料。少了一个肾脏，倒腾去沈氏翠岭玉窟挖沙子，居然全虚全伪溜出来了啊！但这家高档馆子一顿饭得花掉几十万，你配占这地砖吗？哟，瑶瑶，你刚不都盘过底儿吗？他就是个从黑矿里钻出来的耗子，连东南西北都不认，裤兜里绝对掏不出半个崩，八成啊是肚皮饿得直打鼓，打算混进后厨捡点泔水喝吧。叫花子
你踩错门槛了。苏小姐，你有什么指教？我刚才都话你耳朵塞毛了，干杵着发呆啊！立马摇保安把这垃圾清走啊！要是你们店里哪个大款被顺走了钱包，你背得动这口黑板了吗？眼睛瞎了啊！哪来的花子也敢往屋里塞？我的错，是我眼瞎。招牌够硬的，遗憾啊，里头尽养了一窝狗眼看人的杂碎。呸！你个沈氏翠岭玉库挖泥巴的，凭什么占我们这层楼的地砖？滚出去！那按你的规矩算什么阶层？配在这里拿筷子？沈清怡，这魏家和你们沈家平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少在这冲大头算啊！哪来的野鸡魏家？一帮靠下三滥倒卖人头吸血的团伙，敢来碰瓷沈家？沈清怡，你这张嘴给我洗刷柴白点！陆晨阳是我相中的男人，这趟我还算狗拿哈子吗？沈小姐，你这胃口够生冷的。陆承安这种烂泥你也当个宝啊？我就纳闷儿，你怎么能虚伪俱全从沈氏翠岭玉虚里钻出来？原来是抱紧了沈清音的大腿啊！陆承安算哪门子底细我没兴趣，不过我门儿清，你这种臭鱼烂虾，压根儿就不配跟我踩同一块地砖。麻溜点把这俩疯子插出去！我跟你们大老板铁得很，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全砸饭碗。沈小姐，算我求你挪个地儿成不？我也就是混口饭吃，这一大家子都指望我发的工资。眼下该收拾铺盖滚蛋的，怕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就算啊，你是沈家大小姐，可这盘子是我兄弟端着的，我们乐意让谁上桌就让谁。这地方没你们的饭，难不成沈小姐非要死皮赖脸耗着啊？真是蛇鼠一窝，什么锅配什么盖。苏曼瑶跟这个魏少将纯一路货色。这家店的当家哪辈子教了你这么个跌份的哥们儿？沈小姐，干脆咱们换个馆子吃吧，就这样晚点饭也不迟。既然摸清了你的老巢，那后头收拾起来就顺手了。咱们半步不退，就在这儿办。老弟啊，务必把沈大小姐给我供菩萨一样供着，耳朵没塞驴毛吧？妥。魏少、苏小姐，你们得麻溜腾地方了。敢赶我，你们这帮孙子是不是想集体要饭啊？对不住，如今这家馆子，你那兄弟讲话已经不好使了。你抽什么风？已经不好使了。你抽什么风？因为这家馆子已经划到我名下，这会儿我才是当家的。小芳，你这馆子，这地盘已经被沈小姐盘走了，打今儿起，她就是这家馆子的掌柜了。魏少、苏小姐，咱这儿不招允二位，麻烦你们出门右转。你个烂仔啊！你这狐假虎威的狗腿子样还真够地道啊！沈小姐还真是舍得烧钱啊！看来外头瞎传你们沈家刨出了大金矿，这风声估摸着没跑了。走人，难不成打算搁这儿讨饭？沈小姐，你上头了，就为了争这一口饭，砸钱盘下一座酒楼。只要能替我相中的人出气，砸下这一个酒楼算多大事儿？祭台都空了，沈小姐也没必要端着架子装了。谁咬定我刚才是在做戏了？行了，抓紧点儿，里头的爷都快坐不住了。这是坎龙，闵吞将军手底下的亲信。沈家打算动经脉的土，就得过他们这道关。当谢礼，沈家得切出3成肥肉，孝敬闵吞将军。只要今晚这字落纸上，矿山立马就能动工。蓝国水深得很，没料到沈家这种地头蛇，动土挖金子前也得先磕头拜货神仙。老坎龙先生费时苦熬了。沈小姐少套近乎，大伙抓紧把正经字签了，省得让闵吞将军空耗。照这纸上的规矩，挖金子的钱7成归沈家，闵吞将军吞3成。经脉合同价值2亿美元。沈小姐，这单大买卖对沈家而言，关系着105亿美元，马虎不得。不如带回府里拿放大镜抠抠。回头钱也赶趟。沈小姐，莫非这毛头小子能给沈家拍板啊？坎龙先生，爷爷早把挖矿的令箭递到了我手里，而他陆先生说的话就是我的底线。饭碗就摆这一桌，既然沈小姐不肯落墨开张，那金山动土的梦你趁早歇了吧。坎龙先生，人随你撤，可这合同得扣下。行，我必把今儿这烂摊子一字不漏都给闵吞将军。陆先生，刚才你干嘛阻止我？合同上有猫腻。你替我拿捏了齐振廷，又在爷爷的80大顺上顶着我的名头砸出一座金脉，给我加长了脸面。今晚又替我挡下这么大一劫，我背了你这厚重的人情，
拿什么补给你呢？要不拿我这身子抵债？沈小姐见外了，你拿钱雇我，我替你卖命，咱们俩公平交易。哎，砍龙先生早撤了，咱们这桌还接着动筷吗？那必须得吃。大葱开了这眼观万物的卦，连带我这身骨头肉都跟着脱胎换骨了。沈小姐，外头早就黑透了，今儿只能勉强把你弄到我这儿凑合。肉确实都送到嘴边了，可我哪敢往心里下口？保不齐你明早一睁眼就掏把枪直接给我崩了。这沈小姐，你灌高了。姐，你灌高了，我直接倒外头沙发上去，有动静你只管叫唤。哟，臭小子，怕我把你这骨头嚼碎了？我去，沈小姐，昨儿那半宿可是你硬贴着脸往上蹭的。我是灌多了酒，可脑子没进水，还真让你猜准了。这合同绝对埋了雷。要是昨晚闭着眼，我往这纸上划了道子，沈家库房得被偷空几十亿美元。你抽什么风？甲方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20亿美元。转换？搞什么鬼？5点转换，真伪导致哪出戏吗？靠，难不成我的外挂翻倍了？这上头的进账数字被人整个调包了。这双眼睛的道行还真是往上拔了一圈，照这路子往下走，我岂不是能把天下万物的真假随意揉捏？沈家想要撬动那座金脉，就得先叩开闵吞将军的门槛。白送3成油水还撑不破他那大肚腹。这老鬼竟打算拿沈家当免费苦力，自个儿躺着吸血。咱沈家的饭碗还没谁能硬抢得去。这回闵吞将军纯属上赶着自己给自己挖坑。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干嘛非逼我往坑里跳？你拿眼珠子再扫一轮。见鬼！邪门儿！这纸上坑甲方的雷，怎么一转眼全埋到乙方脚底下了？程安，这他妈唱的哪出戏？谁也没碰过这纸，那上头甲乙两边的名头怎么就凭空转换了？要是我交代自个儿能把真假翻来覆去的倒腾，不去的倒腾，你认吗？你真要是有这能耐，这会儿早把地球买下来了。话是不假，可你给我数着日子，老子迟早可以富甲一方。我脸上有花啊！男人嘛，都好这口。沈小姐长得这么勾人，我白看白不看啊。你见着顾婉棠那个女人，也是这副贱骨头样。金麦这块肥肉太烫嘴，我得回本家找爷爷透个底。你给我老实缩在屋里，要用你了，我自然会喊。丑话放前面，你脚趾头要是敢朝顾婉棠那儿迈一步，我拿刀阉了你。老子手握这种翻天覆地的本钱，顶多熬上1个月，这天下最有钱的宝座还能跑出我的手掌心？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陆承安，这就叫冤家路窄。顾小姐手眼通天啊，我藏这么深都能被你找出来。只要是在这地方上，还没我找不出来的活人。你既然能摸到这扇门，心里总该清楚，这可是沈清一的地盘，你就不怕正面撞上煞星？沈家的确不好惹，可我们顾家也不是泥捏的骨头。他沈家霸着蓝国半壁的翡翠生意，可我顾家也是哑丸式的活阎王，非要扒开皮比个斤两，沈家未必就能骑到顾家头上。你今天亲自堵门，总不会是来找我背族谱的？陆承安，我今儿跑这一趟是想借你的场子砸个人的锅。你还是去找别人当枪使，我吃饱了撑的去惹一身骚，陆承安，话别说得太绝，搞不好我手里的筹码刚好够用呢。哟，那我倒要听听你能吐出什么象牙。把你强行拖进蓝国的苏曼瑶和魏子红那帮孙子，踩着我的场子砸牌匾，建了个拍卖行。为了给那破格子长脸，他们托关系请来一堆豪客，还花血本砸来一个古玩圈的泰斗。不但这样，他们还供出3彩骆驼、青乾隆、珐琅彩天球瓶，充当镇店招牌显摆。陆承安，咱俩的刀口都冲着同一个人，
这筹码够不够击穿你的底线？这鸿门宴我算是逃不掉了。顾小姐先出去候着，我得抄2件趁手的家伙。行，外面等。我那点烂谷子的底细都被这疯婆娘扒干净了。预祝魏少齐总、苏小姐盆满钵满。今儿这排场可算让我开了眼界了。我魏子昂记下各位的香火情了。齐总、魏大少，你们踩着顾家的祖坟挂拍卖行的牌子，连个响头都不给主人家磕吗？顾家呢，把持着这片的古董产业，捞够了油水。这会儿呢，也该让兄弟们跟着多口汤了吧？再说了，在这片吉珍街，我也没瞧见地砖上刻着顾家呀。黄毛丫头想通吃，当心撑破肚子。早前顾婉婷提过，齐振廷拉着顾家的仇家来吉珍街酒会，想端顾家的饭碗，搞半天这个抢食的对家是魏子昂。真没看出来，你这吃白食的，不仅巴结上沈清溪，竟然还能蹭上顾婉堂这条大腿。靠脸吃饭呀，那得有这本钱。偏偏你们天生下贱，就算是做古董生意，玩的还是那些见不得光的花招。你小子，齐总、魏大少，两位不是放话要亮出那2件镇馆之宝吗？依我瞧，赶紧揭开盖子，给大伙儿见见光吧！见光！小子，等会儿老子扒你的皮！绝！老的天！唐三彩骆驼、清乾隆珐琅彩天球瓶，这玩意儿市面上10年都碰不着一回呀！真舍得砸血本啊，配得上这撑门面的名头。唐三彩骆驼价值8600万元，清乾隆珐琅彩天球瓶价值1亿，是否进行转换？转换完成。仿造唐三彩骆驼价值300元，仿造清乾隆珐琅彩天球瓶价值200元。这帮蠢货磕破头也猜不透，硬通货早让我塞进兜里装好了。等会儿我非让你们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为了答谢大伙儿给拍卖行捧场，我这就把这2件镇馆之宝当场叫价开拍。买！哎，不是逗猴吧？这种级别的奸货，就算砸锅卖铁，老娘也得抢回被窝里。我看你们这群烂泥是扶不上墙，净玩些小孩子过家家的烂活。你这吃白饭的瞎咧咧什么？我说明白啊，那柜子里的镇馆之宝全他妈是地摊货。地摊货啥？这2件镇馆之宝是魏少和齐振廷撒了血本，从一位跑路的海外藏家窝里掏出来的。你当着这么多老板的面满嘴喷粪，你当心老娘找律师告到你底裤都不剩。叫花子，你赶紧闭上你的粪坑！就算金山银山往里填，也洗不白你们这2件镇馆之宝是破烂玩意儿的底色。更何况上嘴唇碰下嘴唇，鬼知道你们那套词是不是瞎编的？你们就靠这手段立拍卖行的牌榜，拿这种工业垃圾来忽悠在场的老板。最不要脸的是，这伙人竟然拿垃圾填坑，摆上台面当孤品敲竹杠，这是把满屋子的大佬当韭菜割呀！就这种满地脏水的拍卖行，依我说，赶紧关门大吉拉倒。你有胆子跟我盘个道吗？要是这2件镇馆之宝验出是真货，老娘亲手拿剪子绞了你的舌头。要是破烂呢？没这可能。既然是对赌，那咱们就把规矩先定好。我要是赌赢了，你给我双膝砸地，当着全场的面磕响头。行，你个吃软饭的，老娘早晚拿剪刀把你的舌头给剪了。赶巧我也专门请来了许教授，他可是国内那档鉴宝节目的首席顾问。这会儿有许教授出面，大伙儿总挑不出刺儿了吧？嘿嘿嘿，许教授受累了。许爷爷好，许爷爷好。哎，这才几年功夫，当初的小毛丫头都成大姑娘了。我顺道借着功夫找你爸去喝口茶。这3彩骆驼和清乾隆珐琅彩天球瓶，全是地摊上的低劣仿品。好，老板，这2件仿品我收了，800、 400。兄弟痛快，包圆，顺手饶你一幅富春山居布。许教授，求您老再好好把把关。瞧清楚，这种烂活，集散市场几百块能拉一车，这绝不可能！这2件真品可是那些专家教授过手点头的。老板们，想必大伙儿心底也有数。
这魏大少和苏曼瑶早前是吃哪碗饭的？古董这行水太深，反倒让这俩败类得了手。这不明摆着，他们纯粹拿咱们当肥羊宰，竟然拿这种粗制滥造的垃圾来敲诈大伙。就这种满地脏水的拍卖行，大伙还敢往里头砸钱吗？早前花4个亿买了个烂瓷瓶，这回又花天价搬来2件地摊破烂。齐总，就你这脑子，干脆滚回去倒腾你家那摊子吧。年轻人，在隔着那层玻璃没法过手摸底的当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那是假货的？因为真货在我兜里。在他兜里？这闹到哪一处？后上台能不能让我上手盘盘呢？成。没错，没错，这才是骨灰级的传世真迹呀！陆承安，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年轻人胆子够肥啊！这等价值连城的老物件就这么胡乱塞在破布袋里。许教授，您捧我了。姓陆的，绝对是你玩阴的，把这2件镇馆之宝给换了。保安，来人，躲哪儿去了？闭嘴！我纯粹是顾着你们的脸面，才点头过来给你们站台的。哪知道你们这帮人根子上全烂透了，拿西北货糊弄人就罢了，这会儿还敢泼人脏水，纯粹瞎扯！我怎能跟你们这群烂泥搅在一个坑里？在这破地方多待1秒，全是在糟践我的老脸！呸！许爷爷，回头去我顾家喝口热茶啊！这2件藏品打底全锁在玻璃展柜里，你们反咬我顺手换了货。那你给大伙圆圆，我凭啥在几十眼眼屏底下把他给顺走的？这屋顶4面全挂着摄像头，你们朝我泼脏水那会儿，就不去查查监控吗？这家拍卖行不光货色烂，这底线更烂。齐总，魏大少，带上你苏小姐，今儿说破大天也得给大伙一个交代！交代！到底干那些下三滥勾当，这会儿披上人皮也盖不住那味儿。老板们，今儿这破事儿，我保准给大伙一个掏心窝的答复。哎，擦屁股的事儿往后挪。苏曼瑶，你该没忘咱们桌上的赌约吧？顶着这么多双眼睛，你不敢在这儿装傻吧？苏小姐，你当时可是拍过板，砸了招牌，你就乖乖跪下给大伙赔罪，赶紧磕头，磕头认错。姓陆的，凡事留条底线，来日好碰头，你别把事做绝了。换成我爹份，你能给我活路吗？苏曼瑶，你在这磨蹭啥？认错！陆承安，你这手简直绝了，纯粹就是把人往绝路踩。打这往后，他们这牌子算是烂到家了。我这趟呀，纯粹就找他们讨点过夜利息罢了。陆先生，你兜里3彩骆驼和清乾隆珐琅彩天球瓶舍得盘出去吗？顾小姐想收？对头，这里头的价格绝对让陆先生舒坦。这2件古董落在浩这口的人眼里千金难换，但搁我手里远不如套现换钱来的利索。顾小姐看对眼的话，我能让。成。许教授，咱又碰头了。哎呦，年轻后生，叫你瞧笑话了。许教授，您老也是让这帮人给糊弄了。爸，给您引荐下，这位是陆承安。承安，把奸货亮出来吧。徐老，这物质就是您提的那件传世孤品吗？不管是这3彩骆驼，还是这件清乾隆天球瓶，全属于市面绝技的，拿着它，这辈子的底气都有了。爸，许教授，陆承安刚才交底了，要把这2件奸货转给咱们顾家。哟，陆先生，这话拍板了。顾叔，行里头都讲究个眼光毒辣，这俩玩意儿落顾叔兜里，才能砸出最响的花花。陆先生，我直接按行里封顶的价码走，2个亿盘下这2件老货，您给个准话。全凭顾叔定。我这破卡里刚好有这2亿。密码设的6个8，再往上抬价的话，我就得去砸锅卖铁了。原来捞钱还能这么不费事啊！豪车阔院，老子总算熬出头了。商业房产合同价值80亿元。顾叔，劳驾问下这合同。哦，这是份我刚画押的房地产合同。陆先生有啥门道指教吗？没啥门道，我纯粹就是顺嘴打听2句。唉。这几载啊，咱顾家的古董盘子早就不顶事儿了，也琢磨着给顾家找口新饭吃，准备砸钱搞房产。这回算押上全副身家，圈了几千亩地，打算平地起座商贸新城。顾叔这盘棋铺的大呀！我也纯粹是闭着眼瞎淌水，谁也摸不透这破合同能给顾家兜进多少油水。
没准能一步上房顶，没准直接摔进泥坑里头。顾叔这边还想不想再往里拉个人头？这几载房产盘子全靠空口吹气，一戳就漏风，里头到底埋着啥雷，我也没攥着实底儿。陆先生，你铁了心要跟顾家搭伙吗？我来试试。你能出20个亿，我就允你30%的股份，但你心里得有杆秤，只要迈进这个门槛儿，就别指望再把脚抽回去了。妥了，顾叔，您容我出去划拉2天钱。合同标价80亿元。合同标价80亿元。放你们眼里，这破合同满是窟窿眼，摸不着明天的门道。可在老子这儿，这就是拿麻袋在前的硬买卖，钱砸得越狠，听的响就越大。顾叔，合作顺利，合作顺利，坐。徐教授，那档子事儿摸出啥水花了没？早掐住线头了，大伙儿把心放肚子里，这窝骗子迟早得被连根拔出来。许教授，你们搁这摸啥底呢？不藏了，陆先生也算自家人。我这趟往兰国跑呀，抛开齐振廷的场子不算，还背着个硬活，就是揪出那个杂碎，串通底下人拿古董坑人的破事儿。古董股难不成是周教授？哎，就叫周明川。早些年也是古玩行里被人供着的老泰斗，后头染上毒瘾，把裤衩子全输进去了。哼，他为了屏障，硬是扯着老脸皮，给破烂假货盖戳开条子，挖坑骗票子，外面全传开了。带上那个齐振涛，全在这破局里头翻了船，就冲里头滚得油水太厚，动静闹得太臭。上面点名要把这一帮人抓进去踩缝纫机。你们俩打过周明川的交道？啊，报纸上瞟见的。上一回竞保会，台上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8成就是他挖的坑。没陆承安半道截胡，我这会儿早就让人给扒干吃净了。徐教授，这案子但凡有啥风吹草动，您能不能给我透个底儿？周明川啊，在境外已经落网了，正拿铁链子往回拽。后头要是还出啥幺蛾子，我让婉婷给你递话。那顾叔，许教授，我先撤一步。行，你悠着点。陆先生真算得上是拔尖的硬茬啊，丫头，你招子可得放亮点，别让外头那些野燕子捷足先登了。爸，你嘴里成天跑啥火车呢？连着扫空好几家彩票站，刮刮乐连个大水花都瞧不见，剩下的那些破奖，我砸了几百注，就掉出来个2万块的小奖。双色球彩票价值2万元。做彩票真不是啥来钱的道，往后高低不能再把钱往这火坑里扔了。双色球彩票价值8000万元。你有没有长眼的？马上开启真假转换。双色球彩票价值8000万元。真假卷一过，我手里这号压根没变样，但这进账数目直接从2万蹦到8000万了。照这路数看，我是把他撞大运的财气全挪我自己这张纸上了。真对不住没留人啊！手给我放干净！我这行头大几万块钱，真要蹭点泥，你炖10年坛子都赔不完。呸！出门踩臭狗屎！虽乱斗劫财才缺德，可碰上这号杂碎，我这也算替天行道了。真叫他捞着这8000万，还指不定干出多糟践人的下三滥破事。这几只泛起绿多的，后头铁定连板，全砸进去。就这几只股票，起码能给我往口袋塞几个亿。等这钱滚钱的雪球砸起来，明儿我就能去100亿大拿桌上占个座了。把合同签了，金麦股权合同价值3亿美元。沈小姐，这唱哪出啊？这就叫沈家金麦的股权合同呀。家金麦的股权合同呀，价值3亿美金，纯算我顺手赏你的小玩意儿。这我接不住啊！眼下我整个人都归你管了，漏点金麦股权能算啥大头？沈老爷点过头吗？这本就是老爷子开的口，离了你，沈家哪兜得住这座金麦？我早前敲打你的话忘了。哎，沈小姐平日里金句不断，我是真摸不准切的哪段脉啊！老娘们就是变色龙投胎，刚晴天立马下暴雨。我早就放过话，你要是再敢贴上顾婉婷那只狐狸精，我铁定一刀废了你！你当我是吃饱撑的扯犊子吗？死对头凑一起开了家拍卖行，我纯粹是去凑个热闹罢了。哟，抖个什么劲儿？你背地里跟顾婉堂那只狐狸精有一腿，绝对没有。接通他，按外放。开门呗，人都在你家门外了。哟，顾婉婷倒是挺会心疼你啊。
直接堵到家门口了。杵这儿当电线杆，滚去把门打开啊！我都要瞅瞅他这葫芦里什么药。沈小姐居然也在这儿，这私院是我砸钱给程安买的，我就不能在这屋待着？你打听的那些破烂事儿我全摸透了，底细全塞着 U 盘里。陆承安，你就打算让我干站着解渴？哦，行，往这走。顾小姐，程安早被我盖过章了，以后收起你那套狐妹子。陆先生没娶，沈小姐没嫁，他身上哪块肉写你名字了？我们早就睡过一张床单了，这分量足吗？这也叫是？我今晚照样能把陆先生拉进房。小狐狸精，你刚才回味的挺香啊。沈家的金脉明天就进场挖了，我连轴转顾不上盯着你，我离眼的功夫，你要是敢去招惹野猫，我扒了你的皮。得去把这彩票变现了。陆总，以后咱两家就是一条船上的了20个亿砸进去，起码能导出60亿的利润。但是顾家的商贸新城、动土砌砖都耗功夫，眼下这阵子见不着回头钱，兜里就8万块，又跌回要饭的穷光蛋了。亏得老子现在的盐水见长，不管是玉石、翡翠、古董、股票，我照样能一把捞够本钱。走。姓陆的，你到底还是栽进爷爷这手心了？你那俩靠山小妞咋不来拔桩啊？你连着砸老子的场子，你算过老子填进去多少现大洋吗？老子投在拍卖行几10个亿，全让你给干废了！哪怕杀你100回，都压不住爷爷这满肚子火！我兜里有件玩意儿，你扫一眼，保准舍不得闭眼。齐总日夜都盼着揪出来，上回下套放你血的种究竟长啥样吧？孙子，你当爷爷能被你这2下子忽悠瘸吗？齐总，虚的实的拿出来验一验不就结了？货就在我外衣兜里。齐振廷这货，充其量就是个待宰的肥猪，他抠破头皮也算不住。那回做古董局抽他筋的是咱们。哎呦，齐振廷就是个散财童子啊！先拿他当人使唤几天，等拍卖行的盘子拢好了，立马让他卷铺盖滚蛋。不至于捅出什么马蜂窝吧？外头都传齐总是个黑心煞星，惹毛他的主都没落下过全尸。把心放肚里，他连自己骨灰往哪飘都摸不准。切！祝咱们露馅的盘子满上！你喷粪！这片子绝对是你搞手段捏造的！几成真几几假，你们赌场里掂量的比我透彻吧？狗娘养的，吃大户吃到爷爷的头上来了！齐总，你怎么能拿这老对头的烂话当圣旨呢？齐总，他搞出这下眼玩意儿，纯粹是想看咱们窝里都见血啊！闭嘴吧！帮你们做假账盖野章的周教授早进局子了，这监控就是他自己架的。要问为什么，估计是防着你们下完套就宰肥羊吧。齐总，您是个买卖人，心里盘算的账肯定比我聪明。对头随时能散伙，唯独这白花花的银子靠得住吧？你几个意思？只要你替我把这魏大少连带苏曼瑶给扫地出门，我保准给你投资这拍卖行，踏实做你的铁哥们儿。教我这种兄弟绝对不亏，最起码我不会从背后捅刀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齐总，我能一手盘活你这拍卖行。爷爷凭哪一点信你能让这拍卖行从棺材里爬出来？单凭我跟沈清怡连带着顾婉堂交了底，顶用吗？邱总，给他松绑。我的心意已经摆上台多了，齐总，您是不是也该当面见见红，交个底了？你是疯！哎呦，疼！啊！陆先生，这号破烂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你准备怎么处理啊？拖出去，把他那堆腰子摘干净，再给我扔进矿场里面去免费劳动力。行，全听你定夺。程安，程安拉我一把，程安，程安，求你了，给我留条命，留条命，求你了。以前你按着我的头吃的亏，今天我也得让你扒层皮尝。程安，我知道我瞎了眼，你把我当个屁放了，你让我当牛做马都行，你心里肯定给我留着位置，对吧？苏曼瑶，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我陆承安犯不着对你这种烂心肠的娘们儿留什么情面。恭喜二位，你们被淘汰了。齐振廷，你就不怕我们魏家刨你祖坟吗？一窝专干偷鸡摸狗勾当的杂碎，爷爷我还没正眼瞧过。来人，把这俩货给我插出去。程安，你留我一条命，程安。停下。哎，这下舒坦，陆先生，咱们的烂账这就全平了。老左，舒坦，陆先生啊，咱们这也是不算冤家不聚头。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狐狸，刚才急着互相掏心窝子，一见这银子，转脸就能拜把子。往后的事情咱们怎么办？砸掉的招牌倒是好补，只要我把顾婉堂还有沈清溪请出来，就能兜住。在理，有他们两家顶着，没人敢乱放屁。我犯愁的是别的地方。陆老弟只管掏心窝。齐振堂，你盘算过没有？咱们拍卖行扎的这片地，方圆2里之内全扎堆雅玩室，再加上零碎的拍卖行，直接超了5家。况且还有个地下拍卖行，在这么多抢食的狼群里头，要是不整点硬核的绝活，迟早得让人连盆端走。你这双眼睛简直神了，难怪我从你这里占不到一点便宜。那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抢饭碗？门道不难，只要咱能搞出其他同行不敢沾的硬骨头，那咱们就能直接在这片称王。凡是递进拍卖行的玩意儿，我都能亲自长眼。过一手我只抽物品成交价3%的辛苦费。你犯病了！这周边的同行全是白帮忙看货，而你倒好，直接抽3%的辛苦费，你这不纯粹是端着扫把赶宿主吗？我长眼的路数邪乎，怎么个邪法？齐总，外头那些拍卖行白给的鉴定，能保底100%的不走验吗？拍卖行的老物件杂草丛生的，佳士得和苏富比这种跨国圈子的拍卖行，真品的准头也就卡在70%啊。他们吃不下的硬饭，我能嚼碎。只要是从我眼皮子底下过的物件，我都能敲死100%的真伪，哪怕有一件破烂在我手里漏了底。不管黑白，我全拿真品的价钱补这窟窿。你纯粹是发瘟了！哪怕是吃国际饭的行家和泰斗，也没人敢揽这活。如何呢，齐总？敢下注吗？陆先生，我就要你一句交代，你能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着准头吗？我的实力，你根本不知道。拼了！明早老子就召集人马办开业大典！多谢各位赏光，我放话，耀真拍卖行3天后挑帘开张。齐总，上回你们拿假货坑爹，谁敢说耀真拍卖行开门后，他犯了当宝贝的事儿断根了？对头。开门揽客靠的是脸面，有了上次那笔烂账，大伙儿拿什么感谢你们？我拿我们顾家的招牌给陆先生兜底还不够？顾家都站出来保他了，真悬！哼，顾总，顾小姐吐的唾沫能当整个顾家的主吗？晚堂拍的板就是我定的调。算上我沈清怡，要是出了一丁点岔子，大伙儿直接砸我的门。陆总够有脸啊！顾沈两家的大小姐全跑过来给他抬轿子，见鬼！见鬼！打今天起，耀真拍卖行全盘是接下100%准的看货买卖，每次过手只抽物品总价3%的辛苦费。唬人的吧？但凡看货走偏了眼，别管物件黑白，全按真品的价钱掏钱补给大伙。这谁敢信啊？贺喜陆总的盘子铺得满地是啊，这后生的前程啊，根本摸不到顶啊！100%不走眼的嘴，真敢往外吹。少爷哪阵风吹来的？他凑什么热闹？你一个沈氏青婆矿窑矿工，也敢当着满屋子金主的面儿满嘴跑火车？沈清霄，你跑来发什么疯？
你的老相好组了局，我顶着长辈的头衔，总得过来凑个桌。什么烂站街的拍卖行？照我看，纯粹是几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贼拿来坑钱的套路。讲什么按着真品赔钱，一样也是拿大伙当猴耍。没毛病。沈清霄，你他妈诚心来砸招牌的？齐总，舌头在沈大少嘴里，他爱吐什么苦水随他去，跟他着什么气？陆承安，你嘴巴一张一合算个屁！沈少这话刺耳归刺耳，可真没说错。陆总想端硬饭碗，就得咽硬石头。把心放宽，顾叔，这局我端得稳。哟，你既然牛皮吹得震天响，怎么也得亮几招真本事，好让大伙开开眼。嫌丢人没丢够，还不快点走？哟，心虚了。我敢放狠话，就不怕你们来挑刺。沈大少，你画个道出来走，怎么才能让大家闭嘴？把货全搬上场。这5个红木箱里统共装了100件文玩字画，上下几个朝代全有，掺着假货。你要是能在这2个钟头内把这堆古董的真假全挑干净，我保证一句不坑。原来沈大少早就摸到底牌了，连套子都下好。没胆子接，就砸了这拍卖行的牌，立马给我滚蛋！我要是全挑准，顶多算我没吹牛批。可你沈大少呢，连根毛都掉不了。你想玩多大？既然来砸场，大家总得下点本钱，对吧？全当给大伙看个乐子。对头，没毛病，该这样。你若败，就滚出蓝国，这辈子别想跨进来。他是诚心折断我的左膀右臂，逼我落个孤立的地，以后在沈家就能彻底死踩我了。我要是挑权，打今天起，你别再碰沈小姐争夺家主的事儿。我还真不信这世道，有人光凭肉眼定生死，连个磕绊都不到。况且这堆货里，我放了几件高仿奸货，走眼一见，你直接滚蛋。成，这局我接。劳烦在座各位当个眼睛，省得到时候输了的赖账。陆总宽心，底下的人全长着眼睛。你看得出这是套，还要硬着头皮往里钻。沈小姐，我送你一句准话，在真本事的面前，这些套路连个屁都不算。你等着，我看你今天怎么把脸丢尽。就请许教授来压这盘局的定盘星吧。沈大少，你敢接吗？许教授的名号，这行全认，我半个字不挑。辛苦了，许教授。难为你们信得过，我一定把水端平，谁的面子我都不买账。你真能扛到底吗？哪怕只走眼一见，这局就毁了。你忘了这双眼睛能把所有地库看穿。刀都架脖子上了，你还有空扯闲篇？你只要栽了，沈清霄绝不会留你活口。半斤8两，讲真的，这不是有你给我抖底吗？你手里的底牌在哪儿？姓陆的，我给你交个底，沙漏只走2个终点，一旦过了红线，直接判负。你瞎晃啥？想往后撤晚800了。你要是腿肚子软，直接磕头认输。难道陆总硬撑着摆谱？说不准，瞧他底盘扎得那么稳，8成是真有本事。我摇脑袋的意思是，犯不着耗2个钟，20分钟管够，多用1钟都算我栽。20分钟，这哪够用？我的妈！他这不是在吹牛逼，纯粹是给自己挖坟坑，扯淡的吧？你魔怔了！20分钟，连这些古董的毛都磨不完。齐总，把事儿做绝点，大伙才能认下咱耀真拍卖行的招牌。趁着这个时机，让你们见识我的手腕。全都掀开亮相吧！乖乖真多，快瞅瞅！20分钟拿来闹着玩，就算换我上，要盘清这堆文玩字画的真假，起码也得熬上1整晚。走表吧。呸！故弄玄虚，就这点功夫，他拿什么盘得清？我只信陆先生。陆老弟，你得扛过这团，老哥的底库全压给你了。民国3年的袁大头，市场价格50万，正货。崇宁年间所铸的崇宁通宝，市场价格300万，真货。操，300万，几秒钟就摸透底细了，这料子够绝啊！绝了，有准头，这几样全对头。徐悲鸿的八骏图，市场价格180万，真迹。沈大少，钱包够鼓啊，连着塞刮出这一堆古董字画。闭上嘴，时间快到底了。真货，
真货，真货，全正。许教授，离交卷还剩几个字？刚过5分钟。得了，20分钟算是长了。痛快啊！宋代端砚正版。秒出，蒙对了吧？手腕够硬，扫一眼就能判真伪。齐活，剩下的活就交许教授长眼了。不用查，这局你拿下了。我说准了吧，沈少？行了，货是沈大少码的，谁赢谁输，他肚子里头比谁都有一本账。每件真货全被他单挑出来了，居然没走眼，难不成这小子真能透视个敌了？事到如今，认输没？认。我就明白，陆先生从来不掉链子。陆老弟，我齐振涛这大半生没服过哪路神仙，你排头一个。手腕够硬，真牛气。你真回回都能翻盘变天。我得熬上3个通宵的活计，你才花5分钟就全盘清了。往后我都得改口喊你陆老师了。别，徐老师，您这资历在这儿可是圈里的真佛，我哪敢抢您的饭碗？这道行高低，只看本事，强中自有，一山比一山高。这回啊，我真是开了眼了。沈大少，照着咱俩事先的盘口，过了今天，你别想再跟沈小姐抢沈家家主之位。我晓得啊，凭沈老爷的独眼，他呢绝不可能把家主之位让给一个过河拆桥的小人。来人，把他拖出去。走，这下丢脸丢大了。陆总，我是真服气了。中，绝门，大伙都五体投地。运气罢了，齐总，后头扫尾的活就得麻烦你上心了。好说，老弟，放宽心，全叫我兜着。陆先生真硬气，干得太利落。我还打算支个新公司，买卖通吃、风险投资、业务咨询、金融投资。长安，你当心步子大扯着当。不过你认定的路子，我全力支持。讲得好像我顾家拿不出粮似的。陆先生，不管你想开什么公司，我顾家都跟投。别掐架了，你俩各拿5成干果。你还打算一锅端？听广这几年新冒头的千亿大老板，今儿也会来露脸。这人手眼通天，这3年满大街全印着他。再者说，他可是咱们沈小姐的未婚夫。谁背地里嚼舌根？进去再说。闺女啊，打今儿个起，你就是咱沈家拍板的当家人了。青衣，你跟陆总摆酒的事儿，打算哪天定准啊？提防着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人家连盆端走。爸，快少说2句，我跟陈安的盘算，我们自个儿心里有谱的。陆总到！我算哪根葱？还劳驾沈老爷降贵屈尊来迎。陆总眼下可是8家上市公司的掌盘人，传言您头下注的公司，单论去年就捞走几百亿啊！是啊，我的金龟婿，外头全封你教线超王，拿来一比，咱们沈家连个水碗都犯不上。听人讲，去年陈安就杀进福布斯富豪榜前10，放眼今年，横竖也得挤上前5把交哑巴，对吧？装什么大尾巴狼？畜生！有种你上去露脸啊！干啥杀不赢的草包，光顾着撒钱填肚子。我造了什么孽，生出你这块废物？掰碎了讲，陆先生今年早坐实了福布斯富豪榜头把交椅。哎呦，大今儿把闺女交到你手里，我们算踏实了。陆总，那往后你有什么规划的？该打道回国了，那地方才配得上我翻江倒海。